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又到了我们美国司法篇，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少年犯在美国如何惩治。前一阵子因为新北市的干哥干猴哥妹案，大家就是舆论都是非常的沸腾哦，觉得是太过分的纵容，让这些少年犯肆无忌惮。因为呢，根据我们的刑法，18岁以下不能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所以不管他们如何的残忍如何的伤害别人，他们都可以免于死刑以及无期徒刑。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呢，他在少年时期的这些案底必须被涂销，不能够当成他成年之后的前科来论罪。因此大家就觉得说，哇，那个少年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又加上被这些黑帮利用可能去贩毒，可能去杀人那也不会留下案底，只要以后洗心革面不再犯，这些过往就过去了。或者是说呢，就算以后成年之后再犯，他也不会因为他前面的这些前科而造成他变成累犯，也不会去加重他的刑责。那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呢，感觉让人心里难以平衡人心不平不过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说呢，这其实不是台湾单独立的法，其实台湾不过是遵守国际公约而已联合国有政治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这两条都是普世的价值。虽然台湾不能够加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也自诩要跟联合国有一样的水准一样的人权意识，所以我们台湾的法都是也根据着这两条的公约在立的。在儿童权利公约里面确实就讲到必须要涂销青少年的案底，18岁以下你就是不可以判死刑，也不可以判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例外它不但是联合国的会员，而且呢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而且具有否决权的权力非常大。它就是所有的联合国会员里面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因此呢，美国是全世界处决少年犯最多的国家。处决的意思是不但判刑判他死刑，而且确实有执行，这样叫做处决。直到2005年那么一直到21世纪，他都还在处决少年犯。21世纪之后5年，他迫于社会跟这个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联邦最高法院说少年犯判处死刑是违背我们美国宪法的第8修正案第14修正案。第8修正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太过于残酷的一个惩罚方法，所以就是把做电椅判死刑这个事情除掉嘛，现在改成打药。第14修正案就是说我们要遵照正当法律程序上的要求非常重要，违背了这2个修正案，因此美国的少年犯死刑才废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少年犯还可以判不可假释的无期徒刑，也就是终身监禁。除了大家在考虑这个终身监禁跟死刑的这件事情以外美国在今年2月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少年犯办了一个校园枪击事件，他的母亲在今年2月的时候被陪审团认定有罪。美国的陪审团只会根据检察官起诉的罪名有罪无罪这样2个选一个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去定出来说那应该要判几年他只要说有罪无罪就好。检察官起诉这个少年犯的母亲过失杀人罪，这个父亲也被起诉，在3月的时候呢也一样被陪审团认为是有罪。确定后来罪行的话，是预计法官会一起公布，在4月9号的时候会公布。那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爸爸和这个妈妈他会是少年犯枪击事件，结果爸爸妈妈过失杀人了。因为这个枪是在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呢，爸爸买给他的一个圣诞礼物。拿到圣诞礼物之后，隔天妈妈马上就带他去射击场去练习如何使用这个枪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过失杀人当然是因为他儿子真的有去杀人之后才会过失杀人。但他儿子杀人是不是他父母就一定过失杀人？过往也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那到底为什么检察官会这样子起诉呢？因为在案发当天这个老师发现这个15岁的少年呢，他有一张画，这个画上面有枪有子弹有流血的人，上面还写血溅自射上面还写我无法不这样子想，请救救我。就是说呢，我无法不这样子想要去拿那一把属于我的枪来杀人，但是呢请救救我。所以他其实是有发出呼求。那么老师确实就看到这张画就吓一跳赶快就把家长叫到学校来，请家长一定要在48个小时之内带这个少年去做心理咨商。但爸爸妈妈来到学校就说不可能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人，不可能，他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拒绝把孩子带走，于是孩子就回到课堂上继续去上课，当天就拿着枪扫射，杀死了4个人，伤了7个人。检察官起诉他父母过失杀人，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很小的注意，比如说你就告诉学校说对耶，他画那个枪因为我最近刚好买枪给他，却没有跟学校讲。或者是说呢，
你就是说，哦，对耶，我真的有买枪给他，我要看一下他的书包。因为学校的老师不能够随便的去搜查这个孩子的书包，做父母的可以去搜查，可是父母完全就不认为他的孩子会有这种事，所以也完全没有去搜包包，也完全没有跟学校讲说，对耶，家里有买一把他自己的枪这件事情。于是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少年犯校园枪击事件而他的父母呢被迫追究责任的第一次。那如果根据这样的事件呢，各位觉得干哥干妹的家长有没有责任？那如果各位觉得干哥干妹的家长有责任呢，各位觉得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按照日本的统计，日本在经济到达高峰的时候是他们的少年犯罪率最高的时候，等到后来日本的经济稳定下来了，或者说降下来了之后，他们的少年的犯罪率也跟着降下来。你觉得少年有没有受到原生家庭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还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人，他是不是就是蛮弱势的？他只能够去跟着他的原生家庭一起成长，一起茁壮。如果呢，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解体的家庭，就是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那么他学到的是什么？那他不但是从他的原生家庭学到，你也可以讲说，因为他受到很多媒体的影响，媒体不就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国家吗？那这又是谁的责任呢？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犯案的手法越来越严重化，越来越年轻的孩子犯下越来越残忍的罪，这是一个两极化。那这个两极化到底跟社会有没有关系呢？根据统计，有60%的少年犯，他们本身小时候就是受害者。那么有将近90%的少年犯，他即便自身没有被打，他也是看着他的亲人长期的活在暴力之下，这个暴力就变成了他的日常，充斥在他整个氛围跟他的生命跟他的环境里面。如果他的手段越来越残忍，跟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领略到的、接受到的有没有关系？少年的特质呢？他们特别的冲动、不成熟，喜欢冒险，受同侪影响很大，遭受胁迫就软弱。我们看到韩剧的《少年法庭》跟《黑暗荣耀》，我们来谈论一下《黑暗荣耀》宋慧乔所演的这个角色。他在他被霸凌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他的家长求救？他的母亲有帮助他吗？没有。那是不是呢？除了少年犯的家长有责任之外，他的父母没有在第一时间保护他的孩子，不要再继续被霸凌了，是不是？受害者的家长有责任，加害于别人的少年犯有责任，加害者的父母有责任。现在开始，美国的舆论一片都是倾向于校园枪击事件的这些个少年犯，家长应该要负责任。我们在探讨受害者的父母有没有责任，整个国家造成的不安有没有责任，这都是我们要探讨。在美国呢，还有另外2个例子，一个是在伊利诺伊州，有一个父亲啊，因为他的孩子也是拿枪去伤了别人，他自己的孩子的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的时候，还是帮他孩子弄到了一张枪卡，让他的孩子去买枪，所以他也被判了一个轻罪啊 ，misdemeanor reckless conduct， 他这个是一个轻罪，那他后来是缓刑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妈咪，她的6岁的孩子呢，拿着枪到学校造成老师重伤，那这个妈咪是被判2年有期徒刑所以呢，如果家长本身的过失的话，家长是要在孩子的行为上面负一些责任的。那各位觉得是不是在少年犯的究责这一方面，我们要把家长拉进来一起追究呢？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你自己也要非常大的慎重，因为你可能也管不到你的孩子这么多，你也不知道你的孩子私底下在做什么，或者是在你面前很乖的孩子，你觉得可以100%放心的孩子，他事实上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告诉你的呢。那么等到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要被究责，你的感受如何呢？再跟各位讲最后一个例子，美国呢有一位被号称是最老少年犯的一个黑人，他在2021年的时候呢被放出来，他整整关了68年。他15岁的时候因为抢劫杀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被判刑的那个时代啊，金恩博士在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都还没成功呢，因为那个时代蛮歧视黑人的，黑人如果被人家认为有罪的，大概就很难为自己平反，所以他就进监狱了。那他被判的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只是呢，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美国有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有特别的提到，对于18岁以下的年轻人判处终身监禁是过于残忍，所以人权斗士呢，人权律师就拿着这一条一直在帮他争取，到2021年的时候，他终于就是被放出来。那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摩天大楼，非常惊讶，他从来没有看过摩天大楼。
他的律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现在出来的这个83岁的老人啊，已经完全不是当年1953年那个15岁让人愤怒的跟让人气得牙痒痒的杀人的少年犯了。各位想一想，如果这个干哥干妹经过68年之后，你看到他，你还会像今天这样的生气吗？这个辩护律师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谁能够要求法官在今天就看到往后他永无教化或者是有教化的可能呢？这对于法官也真的太难了。其实美国虽然2021年有说到对于少年犯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过于残忍，可是事实上呢，到2021年的时候，就是川普总统先生送了3位很保守的大法官进到最高法院之后，在202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出来一个判决，就法官不用去管有没有教化的可能，就可以直接判终身监禁。因此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15岁他妈妈跟爸爸过失杀人的这个少年犯他现在正在监狱里面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呢。美国到现在还在，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觉得很称赞，还是很向往说为什么台湾不跟从美国就直接跟他们一样，给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83岁的老先生在一个很意外的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呢，本来是一辈子都不会被假释的，竟然被假释出来了。他错过了全世界的这个什么石油危机还有什么经济大萧条金融风暴还有戴安娜王妃事件他什么都没有在这个真实的世界经历到。他出来的时候，世界已经跟68年前长得完全不一样了。当你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你还会生他的气吗？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呢是非常温柔跟敦厚的，气头过了也就过，所以呢，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可以把少年事件管理法做一个修正。比如说，现在讨论到修正呢，如果他是3年之内没有再犯的话，我们才涂销他的前科；如果他3年之内又犯的话，那明显没有忏悔之意，未必见得要涂销他的案底。我们台湾现在的成年呢，由20岁改到18岁了嘛，是不是？我们也要去把刑法里面所保护的18岁以下不得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改成16岁呢？可以考虑看看嘛。但是呢，目前的儿童权利公约仍然规定的是18岁。如果呢，我们自己把它下降因为呢犯罪年轻化、手段暴力化，因此把保护年龄往下降的时候，我们就不符合这个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要不要自外于国际社会呢？可以再想一想。谢谢各位。